奪去人類性命最多嘅動物係乜嘢？係獅子定老虎？其實都唔係。等我俾啲數字大家啦。每年因為鱷魚而死亡嘅人數大概係1000人每年，而狗隻導致嘅人類死亡數字大概係6至7萬人每年，當中絕大部分係因為瘋狗症。而每年因為蛇造成嘅人類死亡數字就大概係9.4萬至12.5萬。而奪去人類性命最多嘅動物就係蚊，每年大概會殺死70萬至100萬人。睇完呢條片，你就會了解到全球主要嘅蚊媒疾病，佢哋相關嘅疫苗同藥物資訊，同埋我哋作為遊客嘅實用防蚊資訊。蚊媒疾病按病原體分類，主要可以分兩類，一種係病毒性嘅，例子有登革熱、黃熱病、寨卡病毒、基孔肯亞熱、日本腦炎等等；而另一種咧就係寄生蟲性嘅，例子就有瘧疾同埋淋巴絲蟲病。按全球死亡數字嚟排列，第一名係瘧疾，第二名係登革熱，第三名係黃熱病。剛才已經提到按死亡人數嘅排列，而家我哋講下按感染人數嘅排列，呢個會有少少唔同。第一名會係登革熱，第二名係瘧疾，第三名係基孔肯亞熱。喺度我必須強調，剛才提到嘅數字都係唔太準確嘅，因為唔同統計會得出唔同嘅數字。但可以肯定嘅係，剛才提到嘅排名都係大致正確嘅。喺呢度我想講個故事。喺顯微鏡發明之前，人類完全唔知瘧疾嘅真正原因。古代中國、古羅馬、古希臘都用同一個詞形容佢，瘴氣，意思係山林沼澤裏邊飄出嚟嘅毒霧。而當時嘅現象確實睇嚟好合理嘅，只要你行入沼澤、熱帶森林、河邊、稻田，人就會病。所以古人以為係空氣臭到可以殺人，甚至英文嘅 malaria 呢個字就係指緊壞空氣嘅意思。成個世界當年都相信，只要遠離濕地、開窗透風就可以避免瘧疾。結果我哋錯咗2000年。真正嘅兇手唔係霧，唔係空氣，而係霧裏邊嘅蚊。而呢個真相等到19世紀先出現。1880年，一個喺阿爾及利亞軍醫院做嘢嘅法國醫生 Dr. Laferrand 做咗一件改變世界嘅事。佢喺一個瘧疾患者血液裏邊見到一個會喐嘅嘢，佢命名為一個新嘅生物瘧原蟲。呢個係史上第一次有人真正見到瘧疾嘅病原體，亦都係人類史上第一次被確認嘅原蟲性病原體。但問題就嚟啦，瘧原蟲係點樣走到去人類嘅血液入邊嘅呢？雖然病原體已經揾到啊，但係傳播者咧就要17年之後，由另一位英國嘅醫生 Ronald Ross 去揾到。佢做一系列好瘋狂嘅實驗，喺印度養蚊，等佢咬病人嘅血，然後再將蚊去解剖。結果佢竟然發現瘧原蟲喺蚊嘅身體裏邊繁殖。呢一日咧係1897年嘅8月20號，後來被稱為世界蚊子日。Ross 亦都因此咧喺1902年咧獲得諾貝爾獎。而不同嘅蚊媒疾病咧，係可以導致不同嘅後遺症嘅，例如黃熱病可以導致肝腎衰竭，而基孔肯亞熱咧就可以導致慢性嘅關節炎同長期嘅肌肉痛，例如日本腦炎就可以引致到嚴重嘅腦損傷。當中有一啲蚊媒疾病係可以引致到永久嘅傷殘，例如淋巴絲蟲病可以引起橡皮症，亦都就係佢損害咗淋巴系統，導致淋巴液喺腳同埋陰囊積聚而腫脹。就算寄生蟲被完全清除，病人都唔會完全康復。另一個例子係寨卡病毒引起嘅小頭症。當孕婦受到感染，病毒係可以穿過胎盤，損害胎兒嘅神經幹細胞。另一個特別想講講嘅係登革熱，因為佢嘅免疫學特性係非常之特別嘅。登革熱病毒分咗4個亞型。當你第一次受到感染其中一種亞型，你會產生抗體，但係呢個抗體唔單止保護唔到你去免受其他3種嘅感染，相反，當你第2次感染到其他亞型嘅時候，你患重症嘅機會係更加高嘅。呢一個登革熱獨有嘅現象，我哋就稱之為 ADE。相信大家都會感受到蚊媒疾病對於旅客係一個好真實嘅健康威脅。我哋跟住落嚟會講下，我哋作為旅客有啲咩可以做到。首先，你應該了解你嘅旅行目的地是否蚊媒疾病嘅疫區。
值得注意嘅係呢一類型網站有機會只係就短期發生爆發嘅國家去作出警告，長期有蚊媒疾病嘅國家佢未必有警告嘅。瘧疾係有預防藥可以食嘅，而黃熱病咧係有疫苗可以打嘅，而當中呢個黃熱病疫苗咧亦都係好多國家入境所需要嘅。所以去有瘧疾或者係黃熱病嘅地區之前，就記得同你嘅家庭醫生傾下啦。至於登革熱疫苗咧，由於頭先提過嘅免疫學特性，舊嘅疫苗咧只係會提供俾已經感染過嘅人，但係而家已經有新嘅疫苗啦。聰明嘅你或者已經留意到，好多嘅蚊媒疾病都係由病毒引起嘅，所以喺藥物治療方面，無論預防藥定係治療藥嘅選擇都係比較少嘅。無論抗生素抑或係抗寄生蟲藥物都唔會有效。而好多疫苗咧，理論上存在，但實際上並唔容易揾嘅。所以我哋跟住落嚟就會講最重要嘅議題，就係我哋旅途中有啲咩有效嘅防蚊方法。所有臨床指南幾乎一致指出，要前往高風險地區，應該考慮使用含有 DEET 或者 Picaridin 嘅驅蚊劑。DEET 係傳統嘅驅蚊劑，但係佢會比較刺激皮膚，而且會溶解塑膠。相反，Picaridin 係新一代嘅驅蚊劑，佢對皮膚嘅刺激非常少，亦都唔會溶解塑膠。呢度有一個重點，要有效防蚊，DEET 或者 Picaridin 嘅濃度必須要達到20%。臨床指引指出，2個月至12歲嘅人士應該使用 DEET 介乎20%至30%，或者係 Picaridin 為20% 嘅驅蚊劑。12歲或以上就可以用成人劑量，亦都即係20%至50%嘅 DEET， 或者20%至30%嘅 Picaridin。除咗驅蚊劑，指引亦都推薦我哋使用0.5% 嘅 Permethrin 去到噴灑衣物以及蚊帳，因為佢係一個殺蟲劑，能夠有效殺死啲蚊。臨床指南如果對住宿環境係有建議嘅，首先你應該選擇密封良好嘅冷氣房，其次應該使用蚊帳。WHO 對蚊帳嘅標準係每平方寸至少應該156個窿，咁樣先有足夠嘅密度嘅。情況許可的話咧，你都應該盡量選擇高樓層同埋遠離靜止水體嘅住宿地點嘅。咁返到屋企有啲咩要注意呢？首先為咗保護其他人，你應該繼續你嘅防蚊措施3個星期，因為大部分嘅蚊媒疾病咧，佢嘅潛伏期都係大概幾日至到2個星期嘅。喺度要講一個好特別嘅疾病預防資訊，寨卡病毒當感染男性之後，寨卡病毒係可以喺精液裏邊持續超過3個月甚至更長時間，係極少數可以性傳播嘅蚊媒病毒。所以 WHO 建議男性應該係維持使用避孕套3個月嘅時間。如果伴侶懷孕咧，就應該全程使用避孕套直到生產為止嘅。你都應該密切留意自身嘅健康狀況，一旦有發燒、出血症狀、瘀傷、眼後痛、關節痛、腹痛或者神志改變或者皮疹，就應該立即去睇醫生啦。亦都應該話俾醫生聽你去過邊啲地區。留意翻瘧疾嘅潛伏期係可以長達1年嘅，所以當你1年之內有任何嘅發燒或者發寒發冷，你就應該要立即求診，並且同你醫生講你曾經去過邊啲地方。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就請幫我撳個 like。如果你覺得唔夠好，就請喺 comment 話俾我聽點解。如果覺得唔好睇，就記得 share 俾朋友睇啦。我哋下次再見。